好，巴拿馬聽川普的下場，現在被中國給打痛了。包括等一下我們會一起來看到的傳奇問題、港口問題跟航線全面圍剿。長江合記的港口現在有2個港口說沒有人敢接手，接下來巴拿馬可以說是被中國打痛了嗎？歡迎觀眾朋友一起跟我們留言做互動。如果您認為巴拿馬被中國打痛，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現在看起來還要再觀察，留言寫2。好，來跟我們互動。巴拿馬捲入了中美的這一場大國競爭之後，我們先看到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來自於《華爾街日報》最新的報道說，光是今年以來掛着巴拿馬傳奇的這一些商船，今年在中國港口遭到檢查跟滯留的數量已經超過了500艘。好，我們先來看到，如果說是看到是今年的前6個月的話，攔查的數量高達佔比較去年同期增加了4倍。如果是講扣留的數量，更是較去年同期增加了大概達到70%。那現在呢，其實他們最擔心的事情，對於船東而言，就是說，如果你的商船被扣留在港內，只要是短短1天好了，這個損失的金額甚至上看了上萬美元。所以最直接的選擇，他們可以做什麼呢？他們乾脆就是退出巴拿馬的船籍，這是一個方法，或者是他們就乾脆來換個船籍好了。那我們先來看退出的部分，上半年就有642艘的船舶退出了巴拿馬的船籍。要知道这個數字是2006年這20年來最長的一個記錄哦，最大的一個跌幅。那麼來看到的是，完全是轉換船籍的數量也是非常的高，比5月份再增加了大約47%。目前有200多艘的船籍，甚至是10000噸以上的這些大船呢，他們就直接轉換了他們的船籍。這樣子的結果是造成什麼呢？巴拿馬它所謂的船籍王國的帝國的崩塌。我們先來看到巴拿馬的船籍對他們來說為什麼很重要？因為在他們的国庫收入大約達到6.8億美元，佔財政收入大約有7%左右。而目前其實呢，全球還有8000多艘、8500艘的船舶都還是掛巴拿馬的國旗，會不會這8000多艘接下來就全部轉換他們的船旗了呢？好，另外現在巴拿馬手上還碰到一個非常非常棘手的問題，就是說目前巴拿馬他們有4座的這個港口正要招標。當中有2座的這個港口是由中國的長江合記所掌握的這個港口，那這當中包括了這個巴爾博亞港跟克里斯托巴港這2個呢，沒有人敢接手，因為這爭議太大啦。本來是長江合記的，大家真的敢拿嗎？如果說接下來巴拿馬他要讓中國企業回來的話，川普可能就會翻臉，他現在卡在美中之間很尷尬。但是如果呢，把這個港口又交給歐美的企業，對方可能又要評估說，中國在這邊所扮演的角色，還有之後他們會不會承擔法律的責任啊？那如果說巴拿馬自己營運的話，巴拿馬有這樣子的一個能力嗎？有這樣的一個管理能力嗎？所以呢，巴拿馬現在怎麼辦呢？那港口就放在那邊，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了2座長河本來要經營的港口，現在沒有人敢接手，變成巴拿馬自己的燙手山芋嗎？那川普要求巴拿馬選邊之後，所有的經濟代價，也沒有再管巴拿馬了，留給巴拿馬自己去想辦法嗎？委員怎麼看？對啊，長江合記在巴拿馬運河的2個港口哦，現在當然這個長江合記採取用國際的法律訴訟來進行仲裁的方式哦，希望能夠把公道討回來。那麼當然，長江合記這樣的操作是很聰明的，因為在他採取這個國際的相關的這個法律仲裁的過程當中，其實其他的企業大概沒有人願意去接手這2個港口哦，因為先不要說你會不會要被追訴其他的賠償，是你接手了之後會不會立刻又要再吐回來哦，沒有人確定。雖然巴拿馬這一次是引用憲法等級啊來進行處理，但是誰知道巴拿馬可以用憲法這個把長江合記的港口拿回來，那也有可能因為國際訴訟的敗訴或者是其他的壓力，把這個港口再吐回去給長江合記啊。所以憲法現在顯然看起來在巴拿馬也不是這麼崇高的哦。那麼因此在這個情況之下，你說其他的企業要接手，它當然就會有再三這個考量哦。那你更不要講說除了這2個港口以外的其他現在要這個委外的港口。那國際的企業大概都不敢接了，為什麼不敢接呢？因為我現在接了，當年的長江合記不是也是依照你巴拿馬相關的法規接下來了嗎？結果你說叫他吐出來，他就要吐出來。那我現在接了之後，會不會哪一次你看我不爽的時候，又要叫我吐出來呢？所以其實當然，你說現在巴拿馬運河的其他的港口要對外做招標、做委託這個運營哦，那麼
任何一家企業恐怕都要去考慮巴拿馬的這個誠信度到底有多可靠。那麼現在對巴拿馬來說，它最大的衝擊是什麼？大家都知道，巴拿馬就是掛方便旗，掛了它的旗叫做這個權宜輪。那為什麼叫方便旗呢？因為掛了它其實就很方便哦。那麼在國際之間的這個各個港口之間這個往來，那麼都可以得到快速便捷的服務，這叫做方便旗。可是如果有一天方便旗不方便的時候怎麼辦呢？所以現在的問題就來了，所有的方便旗到了中國大陸港口，它就不方便了。就中國大陸很巧妙的用了港口安全檢查這樣的一個措施既不違反任何的這個國際法相關的規定，也不違反任何的這個貿易準則。它就是以這個港口所有國然後針對船只進行港口安全檢查，而且它檢查的理由是什麼？他說巴拿馬方便旗的權宜輪在過去這段時間的意外事故比重太高了，所以他就開始強力進行檢查。光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的3月到5月就是光是這個不到2個月的時間，巴拿馬權宜輪掛它方便旗的這個船只就有90艘到130艘被扣押了，是，所以才會導致到剛才思敏告訴大家的，光是今年上半年就有642艘決定不要再掛它的方便旗了，因為掛了不方便那就改掛別的旗。那對巴拿馬來說的衝擊是什麼呢？很多人說，哎呦，這個方便旗的註冊費很便宜啊，幾乎佔不了巴拿馬 GDP 的1%。沒錯，巴拿馬玩的把戲是什麼呢？你註冊我的方便旗這個註冊費不高，很便宜但是呢，當你註冊完之後呢，我給你收的海事服務費可是包羅萬象的因為你的旗子是掛巴拿馬的旗，所以你接下來的法律訴訟在巴拿馬要打。因為你是巴拿馬的船只所以巴拿馬的律師事務所光去吃這一塊就吃到飽了。然後呢，相關的代理的業務、補給、加油，巴拿馬是全世界最大的海上加油站就海上加油中心。光是這些海事服務，總共加起來佔了它每年 GDP 的1/4。所以海事服務這個在這些權宜輪的海事服務裡頭，其實是巴拿馬很重要的一塊那麼當然，另外一塊就是巴拿馬運河的費用了。那麼現在的問題就回來了。現在誰在跟巴拿馬爭呢？賴比瑞亞現在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這個權宜輪的國家了。它現在有多少如果你以全世界的這個貨輪的總噸數來算的話，它大概是有3億噸，總噸數有3億噸。可是船只的數目沒有巴拿馬多，它才有6100艘。可是如果你以噸數來看，它佔了全世界的17.4%，它是全世界現在最大的權宜輪的這個國家。巴拿馬是第2，它大概是輸了這個賴比瑞亞一點，它只有2.6億噸。然後呢，它有多少艘？有8500艘。它現在的比重是全球的15.2%。所以大家看到咯，就現在已經是在進行消長了。那你接下來呢？不要講別的，你光講這642艘，它去掛誰的呢？它當然去掛一個賴比瑞亞，不是更方便嗎？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狀況，如果不解除中國大陸又是全球最重要的一個這個全產業鏈的出口國，那麼所以你說這些貨輪要不到中國大陸去，不進入中國大陸的港口，恐怕都很困難所以如果今天掛了巴拿馬的方便旗，到了中國大陸的港口都不方便了，不但不方便，還有可能被扣押，一扣下來的時間，它不是1天2天的，它可能是1個月2個月。那麼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船東，你是這個船運公司，你會做什麼考量？當然不囉嗦啊，我先把這個不方便的方便旗換掉了，我改換賴比瑞亞的方便旗，也許會比較方便一點的。好，因為現在船東的選項就變多了，他們乾脆就是直接轉換船籍。所以再次講一下，這個光是上半年退出巴拿馬船籍，現在是642艘。那現在其實還使用的巴拿馬船籍的還有8000多艘。現在是擔心會不會這一些8000多艘的船東，他們也決定說，乾脆來換個船籍好了。可以說巴拿馬的船籍王國已經完全鬆動了。楊老師怎麼看？我們如果用每個月大概200艘到300艘退出巴拿馬船籍的話，你到年底大概就將近2500艘啊。你現在已經600多艘了嘛，你將近有2500艘的時候，那你佔這整個巴拿馬船籍的比例就非常高了。那就會產生全面性的衝擊跟影響。那當然也是因為我們剛剛提到，中國大陸本身它的進出口佔全世界14.4%，排名第1，排名第2的是美國8.3%，排名第3的呢是德國6.7%。所以美國加德國差不多等於一個中國這個量。那當然你就要進出所有的這些港口，然後承接這些貨物，那
中間會前往美國、前往中南美，然後經過巴拿馬海峽的其實都很多。那這裡面掛巴拿馬旗的當然是主要，因為它到現在為止是 No.1。所以呢，你覺得用巴拿馬的旗幟很方便，那中國大陸也很方便的去這個檢查你。那因為你事實上在違約在先，而且大家都知道，你用一個所謂的憲法法庭通過一個這種把幾十年來的契約說啊不合法，那這個沒有人會接受這個說法。那現在這個仲裁，我覺得也很難講，因為美國一定會保護它、偏袒它。那中國只有用這種方式來去反制。但中國真的希望就是巴拿馬的旗幟完全都就是說減少歸零嗎？也大概不希望如此。可是呢，它會有這個壓力，這個壓力倒不絕對是在說，接下來是每個月還是200到300艘退出巴拿馬的這個船籍國。我覺得接下來要觀察幾個東西，就是國際銀行是不是看你會拒絕接受巴拿馬船籍國的船隻的這些抵押，還有呢，是不是保險公司會開始提高巴拿馬船這個有巴拿馬旗船的這一些的保險費用？因為你有一個可能，你前往中國大陸你就被扣押了嘛，然後你就開始增加你這個成本。那同時，大型的租船是不是公司呢會不會要求這些船隻要集體的改變？那這個就會對巴拿馬造成影響。巴拿馬想要用政治的方式去解決，我覺得這是幾乎不可能的，因為你先要來面對你自己政治方式處理在巴拿馬運河，特別是相關的這些港口的問題。那我覺得一個平衡的做法就是，你要還是回到法律，讓它恢復應該有的這個港口的權利。是，我覺得才能夠保障你自己比較穩當的權益。好，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大陸3招，第一招是先這個掐住巴拿馬船籍的問題，第二招就是法律戰。我們特別看到的是這個港口的費用哦，包括了長江和記啟動的國際仲裁，可能面臨法律行動，會索賠的金額高達了20億美元，這是它的第2戰的法律戰。第三刀的這個它的方法是來掐住巴拿馬的經濟咽喉，那鎖定的就是中原海運集團全面暫停巴爾博雅港的全部業務，那轉到呢秘魯的前凱港，導致巴拿馬每月損失2400萬美元的港口加運河收入。當然了，它也不進口巴拿馬的香蕉等等，這個農產業對於巴拿馬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艦長怎麼看？我相信啊，我們有很多的觀眾很喜歡到這個港口去看一看船啊，那我們就會常常看到船後面有這個旗子，這個就是巴拿馬的國旗。那為什麼這麼多船掛？那就是剛剛孫大千委員所特別提到的，也就是船移輪的部分啊，全移輪的部分啊。那其實中國大陸既然之前是世界的工厂，現在是世界的市場，那也就是來往的商船非常的多。那来往商船非常多的話，那實際上來講，那這一個巴拿馬原來是船籍國第1名啊，那當然這個船也會非常的多。那大家很難想象啊，說這一個中國大陸這個工具箱裡面到底有多少工具啊？那其實我們這樣講，不要講別的，就根據國際海事組織，也就是 IMO 的一個相關的海上人命安全公約 SOLAS 的部分，它規定的可是很多啊。第一個，我們剛剛講到救生艇，救生艇裡面有沒有水？那個水有沒有過期？那個水通常都可以放3年以上的。那另外呢，還有你的那個發報機，那可不可以使用？這一些，它只要一項一項的檢查，其實沒有不被檢查出問題來的。因為商船究竟不比軍艦啊，因為軍艦基本上來講，我們是用那個計劃保養制度，時間到了就要換。那但是呢，商船當然他們也會有制度的商船，他也會這樣做。可是有制度的商船不會成為全移輪，那因為不會去省那幾毛錢嘛。那像我們看到長榮海運，它大部分它的全移輪掛的是英國的國旗，所以我們這樣子講到說啊，現在變成這種情形的時候，它只要被扣在那港口裡面等等，那碼頭就是問題了。為什麼？因為碼頭你要付錢，而且呢，你停在那裡面，你一天沒辦法解決，而且它一定不是只像你只抽你一個救生艇的問題，他可能還檢查你的什麼彈庫、冰庫、那個菜庫啊，裡面你有沒有符合衛生啊，什麼通通都可以查。
這個一查起來，你停的可久了，那你的碼頭費那個就很貴了，而且你碼頭費除了本來就貴之外，另外你會面臨另外一個問題，也就是後面的船進不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非常多的碼頭，其實它的這一個通通都是由大航商整個租下來，因為都是定期貨輪。那如果定期貨輪的話，它都是排好，今天張三進來，明天李四進來，然後現在的一般的貨櫃輪停不到24小時就出港了。可是你如果被扣的話，後面的船進不來，那你原來定期貨輪你要打交的這一個下一個港的貨櫃你也交不出來，那這個就會變成說你的航商要負責賠這些錢。那這一個也就是大家未來不願意掛這一個巴拿馬國旗，成為巴拿馬的這一個權益輪的最重要的推力。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